我看好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像预期那么差。我的判断是，这一次是一个转势，是正在进入一个元旦放假的时候，我哪里都没有去，我在家里做了很多的功课，发现了很多让我兴奋的趋势和机会。今天在这个视频里面，我会跟大家分享我看到的2023年的观察和预测，也会分享我觉得投资的机会在哪里。今天干货满满，大家一定要留到最后咯。大家好，我是奇葩爸张志云，在这个频道里，我会分享我投资了30年的经验，希望帮助大家避开股灾，找到10倍股，让财富滚雪球。去年真的成功的帮助了很多人，避开了股灾，也得到大家的订阅支持，得到了这块10万订阅者的奖牌，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。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，记得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你就不会错过未来我的视频的上传，希望帮助大家财富滚雪球。回到今天的主题，回顾2022年，无论是股债汇楼市都是非常惨烈，很多人在投资方面输了钱，但是好消息是苦尽甘来，2023年出现了许多的转机。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因素今年是发生了改变，可能是利好2023年。首先我们看一下美国的通胀开始从高位下跌，开始受控了，而现在市场普遍是预测的美国的经济会有衰退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济衰退的预测从哪里来呢？是因为市场的孳息倒挂使到大家觉得未来会有衰退。简单的科普一下这个债息倒挂的现象，提出这个债息倒挂的人是在60年代开始成功的预测了8次的经济的衰退，但是这位我芝加哥的师兄校友，他这一次反而说不一定会发生，因为这个债息倒挂用的是名义利率 nominal interest rate， 但是这一次短期内的通胀是非常的高，长期的通胀还是预测会回归到自然。在这个情况下，如果我们把通胀也 adjust 调整进去的话，这个债息倒挂的现象就不是那么严重了。再加上最近公布的美国就业数据还是那么的强，那如果大家都有公开，收入稳定的话，那对经济影响也会有限。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随着通胀的受控，美国10年的国债利率也在下降。去年的10月份我们看到最高是超过了 4.5%， 最近已经回到了 3.55%， 而且这个趋势还在往下。美国10年国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，因为第一个，我们怎么去估值一个股票的价值呢？是把一个股票未来的盈利折算到今天，这个折现率就是基于无风险的回报再加上一个风险的溢价，而这个无风险的回报一般来说是用美国10年国债，所以当美国10年国债的利率下降的时候，这个折现率也下降，对股票的估值会有正反的作用。再加上现在普遍的市场是预期明年美国的经济会有一个衰退，但是我们看美联储的预测的话，美国明年的经济不是那么悲观。18位美联储的董事，他们预测美国明年的经济只会放缓它的成长速度，不会有一个衰退。如果真的经济不会那么差的话，现在市场 price in 这个经济衰退的不利因素就会得到修复，对股票市场是有双重的刺激作用。那我们再探讨一下，为什么美国这一次的就业市场会这么强呢？其实背后就是逆全球化的过程。当之前全球化的过程当中，很多的工作流失到了其他的国家，特别是中国，而现在美国的很多生产都回到了美国本土，这样就带来了很多的就业机会，使到现在美国许多的企业还是找不到人。再加上过去3年新冠疫情的时候，很多人在家工作，找到了新的工作的模式，不再回到劳工市场，所以现在整个劳工市场的就业率还是非常的高，失业率还是非常的低。
而困扰着2022年股债汇楼市的几个因素，今年又发生了改变。第一个，俄乌战争，虽然现在战争还没有停止，但是这个战争使得当时的石油价格、粮食价格和其他的商品价格上升，现在已经回到了俄乌战争之前的价位，甚至还要更低。所以这个俄乌战争已经不再是人们关注的一个新闻点了，人家已经是习惯了。而这个战争为商品带来的价格的冲击也完全被市场消化了。另外一边，中国最近是结束了它的清零政策。那去年中国的清零政策使到很多的港口封锁了，很多的生产停顿了，供应链有中断。今年这个供应链顺畅之后，货品的供应又回升了，舒缓了通胀的压力。所以我们可以预期美国的通胀会在2023年进一步的下降。那美股呢，也在2022年调整了不少，虽然现在还没有到非常便宜的价位，那是因为我关注很多其他的股票市场已经到了更加便宜的价位，但是我觉得美股整体来说已经相比2021年年底的时候，当时的价位是非常的高，得到了很大的一个调整。特别是高科技股、高成长的股票，他们在去年股价的调整很多都是超过一半，甚至有些是调整了70%到80%。所以现在有很多优质的高成长的高科技的未来经济支柱的成长股，现在是到了一个非常吸引的价位了。那我们再看一下美元指数，最近也跌破了103。还记得去年10月份的时候，美元指数是超过114。那美元涨是其中一个美国股票和其他世界股票下跌的一个原因，因为强美元的时候，美国的跨国企业他们在海外的业务竞争力被削弱，他们可能要降价，赚了的钱转到美金来公布业绩的时候又会变少，所以对美国企业和他们的股价是不利的。那现在美元调整了，回到了103以下，这个也舒缓了市场因为强美元对企业的担忧，而美元调整也反映了市场整体来说不再对风险那么抗拒，那么忧虑，因为美元是一个避险的货币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，市场是没有像去年10月份那么的担忧悲观，资金又回到了其他各国的货币和股票市场。我们回看一下，从10月底开始，中国的股票、香港的股票都反弹了很多，而这个反弹也不光是在香港，包括韩国、台湾还有美国的中概股股价都涨了不少。而弱美元也使到黄金和其他贵金属的价格得到了支持，因为黄金和其他贵金属的价格是用美元来结算的，当美元弱的时候，这些金属的价格自然会上去。所以如果一个资产在2022年有非常大的跌幅的话，今年的上半年有机会有一个反弹。在众多的市场里面呢，我个人是非常看好中概股和香港的港股的，因为中概股和港股从2021年的7月份就开始下跌，而且有了一个很明显的下跌。主要的原因，第一个是刚开始中国对新经济互联网企业开始了监管，而我们看到最近中国又对互联网平台企业发出了支持的政策，也让蚂蚁金服有可能再一次上市。在监管放松的情况下，这个不利的因素开始消失，市场对中概股开始回暖。而另外一个影响中国经济和股市的，就是由中国内地内房股出发的对银行体系、经济和资金链的一个危机。中国政府和央行在最近有不同的措施，全力的拯救内地的房地产，不希望内房企业有大规模的违约。我们总结的话有4支箭，帮助内房企业可以在债券市场、银行体系、
股权市场和海外融资。我个人觉得内房最差的情况已经是过去了，而中国政府和央行再加上整个行业有能力度过这一个危机。那一旦内地的房价站稳了，内房企业避过了违约的风险，那对整体的经济复苏也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动力。再加上中国政府为了要重振经济，已经推出了宽松的货币政策，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整个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走在美国之前，美国现在还在紧缩他们的货币政策，可能明年会有一个经济的衰退。中国现在已经是经济走出了最低点，有了宽松的货币政策，我预测整个中国的股票市场，包括香港和中概股，都会领先美股进入一个牛市。过去2-3个月，中国也放弃了清零的政策，虽然短期内确诊的人数会爆发，但是我相信在疫情的高峰期之后，很多人会有了抗体，整个经济会恢复到疫情之前。预测中国的经济会在2023年继续的复苏。而再看一下中概股和港股，虽然从10月底开始股票是反弹了不少，那是因为之前跌过了头，跌了太便宜了。现在我们看港股的 PE， 中概股的 PE 相对美股来说还是很低的，有超过1半的折扣。随着中国的经济复苏，宽松的货币政策，我预测中港股市只是在牛市的一个初期，很多的保障还是可以在这个股票市场里面去找的。那最后影响2022年中国股市的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中美的关系，特别是在佩洛西访台之后到了最冰点。但是我个人觉得最近几个月也没有更新的对立的政策出现，整个市场也应该习惯了这些过去的新闻，就像我们已经习惯了俄乌战争一样，市场也开始习惯了接受了中美最新的关系。只要中美不再有新的很强烈的政策、对立的政策出现的话，我相信中美的关系也已经过了最差点。那我们用港股恒生指数来做一个参考，恒生指数早一点的话也出现了10天和50天的黄金交叉，也有2次 RSI 达到了70，也在最近超越了移动平均线的250天。那这些信号配合之前的那个很长的熊市的调整和过度悲观的情绪，我的判断是这一次是一个转势，是正在进入一个长期的牛市，而现在的价格还是相对便宜。有人问，如果美国股灾的话，会不会也影响到中港股市呢？那我相信影响多少会有一点的，但是我刚才也提到过，美股也开始看到了很多的转机，美股不一定会有调整，就算有调整的话，我相信中港股市因为它的估值比较低，跌的幅度不会像美股那么多。而如果美股不调整的话，中港股市未来的一个牛市会带来很多的机会，所以相比之下，直播率还是比较高的。我看好美股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经济不会像预期那么差，风险也是，如果美国今年的经济比预期的要差，而且是差很多，也影响到很多美国的企业，他们的业绩公布的时候是非常让人家失望的，这也会对美股市场带来很大的冲击，所以大家做好2手准备。我个人更会专注起飞的行业和优秀的股票，因为选股5部曲第1步是牛熊周期，今年已经不是像2021年年底的时候，我是非常悲观，觉得有一个熊市来临，在没有那么绝对悲观肯定熊市来的情况下，我会更加专注起飞的行业和优秀的股票，再加上这些优秀的股票经历了过去一段时间股价的调整，现在是到了非常吸引的时间了，所以我今年个人会聚焦在10倍股的投资方面。那之前也说过，当我的订阅者到了10万的时候，我会做一个公益课来感谢各位的订阅者。
投资市场信息万变，大家要继续留意市场的发展，最好也订阅我的频道，那你就会收到我最新给大家的分析和更新。那看到现在你给自己一个赞，也给我们一个赞，也记得分享今天的视频给你身边的朋友咯。我们下次再见。